以后叫古先生。古先生，这是咱们东家派来的。古先生，您之前干过当铺？没有。奇才。自打盘古开天地，咱们铺子有了新章程，诸位算是来着了。以后古先生就算咱们的四贵。哎，怪事儿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哎，你们给四贵腾个地儿啊！这。哎，四贵，您等一下。您再等一下。四贵让让。哎，四贵，你给让一下吧。郭朝凤，第一天就迟到了。哎，你眼睛长头顶上了，蚂蚁戴龙头，装什么大牲口啊？你也是朝凤，我也是朝凤，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呢？哼！那是，人家之前啊，一天当铺都没干过，就仗着是东家的人，眼睛里能夹咱吗？有什么需要我这个四贵帮忙的地方？随时吩咐啊！小伙计，我来问你啊，这个四贵通常需要管什么？啊，明白。我想看看你们往年的账本，不知在哪里可以看到？张不美在这儿，在楼上了。哦。来人，给老子把这东西当了！给老子当500两银子。这把刀是大帅送给我的，这件黄马褂是皇上赏赐给我的，这些东西都是咱骗了掉脑袋的危险品来的，当500两银子一分儿也不能少。您这两样合起来也不足5两银子，小店受不了。要不您再到别家当铺看看？你有啥子？5两银子？你是看不起皇上，看不起大帅，还是看不起我？不是，给老子拿回来！别！老子骗了你！这是老子的宝刀！四贵，拿来！四贵，你的活来了！拿来！哎呀！你来看，给老子看清楚！你说你是大帅的人，不知老爷是几品官呢？老子姓包，此次在山西吹响，蒙皇上的圣恩，是说一过2品的武职。啷个嘛？你想看下我的红顶子吗？素闻大帅麾下有2员猛将，鲍大人、塔大人，莫非您就是鲍清德鲍大人？久仰。他几步他轰了。现在全国各地诸相都不接济，我军营头这些娃，半年都没得发军饷了，我没得办法才把这个当了。好给我鲍子阳的兄弟舌头上沾点油腥，如果有得罪，勿怪。为大英雄能本色，不知鲍大人想当多少？当500两银子就够了。500两怎么够？太少了。啊！伙计，记上。哎，宝刀1把，御赐黄马褂1件，当银1000两。啊！
唱当写账，规矩如此，有什么好嚷嚷的？写。包大人，这都是4大横的银票，走遍天下都用的。写了。顾平原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要500给1000，这真不是你的生意是吧这？本来就是你的活，你让我那么做的。你下来几个人，赶紧找个房子给他关起来拜拜火。我看他是头晕，你就看着他这么干。你让他到柜台唱的当，你自己拿不准主意，让一个外行给你拿，你真是个老糊涂了你。就是，你今天让他唱了当，开了这个先河，以后干什么你都拦不住。哼！我看咱们3个呀，还是早早的背着铺盖卷走人才是正经。大贵，我们都跟着您几10年了，您说什么，咱们就做什么。只不过辞这个差事，是真的辞，还是以退为进？您透个底。防微杜渐嘛，这个底儿不是我的，是东家的。通知所有伙计，明天当铺不开碗，不做生意。咱们搁车。哎。小金是吧？给，快拿了吧。您呀，在这关了1天了，这也没人给你弄点吃的。这吧，我老婆做的中午饭我吃不了，给你拿上点。行啊，谢谢金哥。客气了。我呀，1天没干活了，吃不下去。那怎么1天没干活了呢？为什么呀？大贵让我们上门板，不做生意了。搁车了，他和2贵3贵到东家那儿请辞去了。那辞了吗？这哪是我们知道的事儿了？反正呀，在这当铺里边吧，自然是3位朝奉老爷说了算。行了，我走了啊。您呀，千万别说是我给您的。谢谢啊。大夫呀，你呀，好好的给我瞧瞧我这病啊！省得那帮闲人啊说我风凉话。娶了这么多媳妇儿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以后呀，我们轮流搂着你。
就算是石头也会给你捂热喽。风，东家，来了。去了一天，他们就搁车了。是啊。哎呀，三个老家伙也太沉不住气了啊！谢谢东家夸奖。我这是在夸你吗？你不是让我当条黑鱼进去搅他一搅吗？还不出1天，已经快给我搅和黄了。我看不要30天，应该可以把当铺调理顺。哼。三个老家伙确实沉不住气。你虽然是在狡辩，但有几分道理啊。那他们辞了吗？我点头就可以。可是这行的规矩啊，不是说你今天辞，明天就走的，总得找个人收拾烂摊子，给东家把生意都捋顺了，啊，那才能撤呢。要多久啊？20、30天是要的。足以了。东家，你答应他们吧。我答应啊，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可是这3个老朝奉，那是在当铺这行有位置的，举足轻重。如果让人知道他们3个要走的这个消息，肯定有很多人要挖墙脚。哼，他们走了，你盯着呀。我自然不能，但是他们仨一个都走不了。现在不是你小子耍聪明的时候，他们已经防范至此了。不信你明天就去当铺瞧瞧，有哪个人敢跟你再说一句实话？到了30天，我也留不住他们了。到时候，就因为你耍的这个小聪明，啊，就亏了这么大的生意。哼，你说我拿什么惩罚你啊？我从来不说大话，根本不需要30天。当了，你们东家呢？人生何处不相逢，那这事儿我爹怨不得我了。什么就怨不得你了？我来的时候，我爹担心的要命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千万不要跟那个宁古塔的刘人说话。今儿呢，是你自个儿推门而入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苏小姐呢？你见到她了？你知道吗？你们现在万元档的名声可是在平遥城都传开了。我进城的时候就听说了，大家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。那就让他们等着。这鬼都进不来的生意那么清闲，亏你也熬得住。听说你在招好的朝奉跟伙计，招到了吗？这些事儿啊，苏小姐在忙。我也从北京带了几个人，都是老朝奉。头2天还肯坐这儿坐堂的，现在全躲到那后屋打牌吃酒，那比我还快活。我听说你到太宇峰了呀？怎么，今儿是来刺探消息，还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呀？我自然是被人赶出来了。我这种大外行入不了他们的法眼，但我倒有些主意，莫不如咱们可以再联手一次。咱们联手？我们都是外行啊，
乱拳打死老师傅。子曰：焉知来者不如今呢？合计合计。今天开板吧。大家伙在一起多久了？10几年了。哦，那是老伙计了。啊，是。昨天搁车，我们跟东家去请辞，东家点头了。京城里4大行，河东的老8家一直要请我们去。既然东家存了心，要走，咱们一起走，这是大贵的恩赐。跟着大贵干嘛错？我就知道我们新人接手前，咱们好好干，别坏了大朝奉的名声。开板，做生意。那小子呢？没来？啊，您说的那个棒槌呀，怕是没脸来。派这么个大棒槌来开讲，不知道东家是不是傻？来，读了四书五经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陈年旧账。诸位，各位平遥城的老少爷们，4乡8里的叔伯兄弟，在下李清，京城李家的人，在这平遥城啊开了一家万元档，主要就是为了来当学生学艺的。感谢各位的捧场。我们呀是外行，不敢劳动大家伙的腿脚到店里去续画，更不敢站在那高柜台后头压人一头。我们就在这城门处做点小生意，当场对，当场取。万元档的当铺在东边，银号在西边，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。诸位，醒了。大刀什么呀？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啊！还能喘一口气，就剩几这凄凉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本中3两3枪，把3000给抹了。银簪子1只，当3两银子。出票。大嫂啊，这3000呢，就当是本店的小利了，可满意啊？满意。来，在这上面画押。一起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万元内放，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永朝不丈量。日出东方。大吵着急着急，到时候再来对，着急啊，忙着来了。这个簪子你给他找找。都有了，有了。要着急啊！来，下一个。慢些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一个来。都有了。来，你看，真行啊，库里都清出来了。这个傻棒槌，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姓李的公子哥，在城门口花钱如流水，3两3钱的银簪子，他竟然当了3两。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买卖，笑破肚皮了。朝奉都没请？没有，您老就放心吧。哎，他一个京城来的人，敢在平遥开当铺，那不就是官老爷门前耍大刀，嫌自己死得太慢吗？银号的大掌柜来了，要见大朝奉了。哟，你说祝朝奉来，您在搞什么鬼啊？谁跟你搞鬼了？城门档那家伙，现在已经把手都伸到银号里来了。
您还在这装死？这与我们有何干系啊？哎呦，有何干系？您倒好啊，撒出个妖精去，自己在这乐得清闲啊！北京城那家伙把自己的银号利率往上浮，现在整个平遥城但凡有点钱的，都取了银子往他们那儿存呢。祝朝奉，您倒是给个主意啊！啊，我那儿已经开始挤兑了。我这铺子里有的是现银，他想挤兑就挤，生意不能倒。来个人，啊，让伙计们把现银都准备好，1个时辰1趟，往咱们自家的银号里送。现在就去。哎，朱朝奉，这万一不够怎么办啊？那2个棒槌可是把平遥的马蜂窝给捅了，其他银行都和我们一样，这纷纷取了钱往他们那儿送了。这要稍有不慎倒了一家，那可就闹笑话了。这让外行的把内行的给玩死了。哼，到这儿拼有钱了，他可是找错地方了。你放心，头寸不够了，我给你调。大朝奉，从咱们这儿赎出去的东西啊，全都到了城门口那2个棒槌的手里了。你说好笑不好笑啊？别着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称一下，看看多贵。几天就挣下这么多？好，珠花3子1根，当银5两。你的花钱打好了。在这画押。现银9钱3分，您在这儿画个10字就行。上好布匹1款，当银10两。随时能取。我店门口那个大银葫芦您看见了吗？我要是付不出来，您就拿斧子，明天把那银葫芦砍了扛走，我一声不吭。没人。他们在城门口啊闹腾了1天，再闹下去啊，县老爷都要派兵把他们轰出去了，城门都关不上了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这古平原到底是不是太尉峰的人呀？怎么还倒帮上外人了？他倒是想进太尉峰啊，太尉峰不肯留他呀。没事儿。我倒要看看这2个人能弄成什么样。今天赎出去的东西，超过好几年了，给您道喜了。那棒槌误打误撞，倒把咱们给帮了。他不是棒槌，是催命符。小心的钢啊！踩里头去，小心地上。好。这下倒好，那全平遥城的破烂都在我这儿了。哎，掌柜的，麻烦让一下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还不够呢？哎。咱俩今儿是把外行的事儿干绝了，人家刚在我们这儿当完东西，转头出门就笑我们俩傻瓜呢。咱这就是赔本赚吆喝，纯烧钱。你要是拼不起，那就别拼了。天底下还没有我拼不起的事儿，明儿继续。
今年是因为赶集，只怕到了明天人未必有这么多了。明儿呀，咱们就照方抓药，把平遥城下面的9乡12村家家户户全都扫到一遍。这就叫上门当。哎，古兄，这个名字好，就上门当。停下的东西都到了山西，山西又偏偏聚到一座城里，原来是各为其主，现在却是合兵一处。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巧的事？那位古先生和少爷合兵一处，倒也妥帖。怎么说？这2个人用行里话讲，都是棒槌货，竟然能想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点子来，倒让山西人也来了个莫名其妙。等他们相互为敌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这么高兴了。这孩子呀，哼，真不让人省心。这当铺的生意不行啊。我来的时候，少爷还在说，当地人不信他们能干得久，所以不肯在他们那儿当东西。不过票号能做起来，也殊为不易了。票号放款，当铺出款，这一放一出是差不得分毫啊！你像这种固投不固定的做法，就是太年轻了。少爷说，家里能不能想些办法，再支援他一段时间？我这答应替他回来说说看。这刚出去几天，就让总柜给他汇钱。你告诉他还能不能干了？不能干回来，我换人接手。2两，你看我们是上门当，新推的上门当。上什么当？不是上当，是上门当。不上。来啦！啊，你是？大姐您好，我是平遥城万元档的掌柜。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叫上门当的花样，您家里要有什么需要当的东西，不用出远门，就在村口找一位姓古的先生就行。现银和当票都已经给您备好。这是一本唐代祖师刺血写成的《金刚经》，老衲想当50两银子，把去年着火的禅房重新再修起来。记唐人刺血《金刚经》1本，银子50两，见票支付。老方丈，您在这儿画押。探月，不打开吗？此等圣物就这么随便打开了，那岂不是玷污了它？在菩萨面前，我不敢欺心啊！大师勿疑，取银子便是。现在也没到交税的时间，再说家里有钱也不用买东西。是，您这钱要不花呀，您有当的东西，当完之后可以就手存入我们的银号。我们的银号是3分利，比平遥城内的高1分半。而且您存的东西越多，这利润就越高，童叟无欺。我想大师修葺禅院一时也花不了这么多银两，不如请人来修，把这些银子先存到万元档的银号里，买材料、请工人的费用就见票支取，生出些利息，就当我们给大殿添香油的钱了。依你，都依你。东家，东家来了。东家好。都坐吧，啊！哎，今天叫我来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又想搁车呀？马上就走？东家，你别取笑我们了，我们要走这事儿没了。对，
这事儿就没了，随风去了。哎，是。今天呢，我们请东家来，是想问问那个小伙子呀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和东家有什么来往，可是他这么一闹啊，激起了平遥城的公愤呐。我们不能不先给东家您说一声。那个棒，他坏了规矩。这10几天，他把平遥上上下下刮了个遍，所有当铺的货都空了，全被他家吃下去。能当3两的东西，他当5两；能当5两的，他当10两啊。他后边带了个银号，给的利又高。他把平遥所有的银号啊，轮流的霍霍了一遍，家家取出钱来，都存到他那儿去了。闹腾的到现在啊，咱们当铺是空的，银号是空的，天底下没有这么做生意的。他实在是个害群之马。您和县太爷熟，出面管管他。要再这么闹下去，怕是真的要翻天了。这当铺盈利啊，守在一个利息，遍地压物，活当喝血吃肉，死当敲骨吸髓。这种暴利的行业，你们也能干垮了？他们让利还得利，你们呢，只会让我找县太爷抓人，这不叫做生意，你们这叫看坟等死啊！东家，你不带这么夹枪带棒的说我们呀！我们要是干垮了，在这行里我们可没活路了呀！你再这么说，这就是不念旧情了呀！求求东家，念念旧情吧。东家，您还是得念念旧情。念旧情。鲍将军说来赎他的刀和黄马褂了吗？拿去。这是古平原唱的当吧？鲍将军说，看不见古先生人就不把东西拿走。打了一辈子鹰，反倒被鹰叼了眼睛。你们可都得老老实实的啊！段爷，他现在去万源荡找古平原了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大清的第1勇士，豹子营的主帅鲍清德将军。人家这次来就是为了专门酬谢古先生的。他把平遥城所有的鞋响都给了万源荡的营号。这笔钱，连巡抚衙门都不敢多问一句。看来这李百万啊，确确实实是在平遥城扎下根儿了。他得感谢你们仨呀！东家，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呀！哎，别！我才不管你们什么本意不本意的。哼，是你们仨把人家给撵出去，事情就是这样的结果。你们仨还想在这行里混，就老老实实的回家仔细想想，好好查查你们的账，找我来对，一笔一笔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，我还能帮你们想想法子；说不明白，哼，你们啊，回去抱你们的娃娃，
看你们的右面卧卧。青石板上砸黄豆，硬碰硬嗦。连文是把城里头闹了个底儿朝天。底朝天谈不上啊，只是给他捅出个窟窿。我这个谷兄弟啊，做生意那叫大将用兵。说实话，前2天我心里真虚得很。花钱租那些个仓库，里头放的都是些锅碗瓢盆，还有一堆破水缸，哎，那简直要了命了。你这个话一点没错。兴姑嘞，你倒不想想，咱老包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，万一有人把我这肩膀上的9斤半给砍了，你那1000两银子不是打水漂了吗？说实话。像鲍将军你这样啊，穿黄马褂、带腰刀的人，身价何止1000两啊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万一你要是殉国了，我捧着你的黄马褂和腰刀去到大帅的军营里，就算我出价2000两、3000两，大帅也得赎啊。贵得很。哎呀，你们2个小娃娃当真是了不起哟！我老包也算是见过天下英雄，不负此生了啊！哎呀，你说，咱们这么一搅和，把平遥城捅了个窟窿，你是不是就能脱困了？脱困？我的案子一天没消，我走到天边都是戴罪之身。要是能让受我牵连的人脱困，那我倒是死不足惜。哎，你别瞎说，实在不行你就跟我回北京，我爹总该有办法。李百万这3个字儿，那可不是白叫的。他认识那么多王公大臣，帮你洗脱罪名倒是不难。大不了我跪着求他。哎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这叫什么话？和你一起做生意，那我心里是痛快的很。你要是被官府抓了，又得给你送回去了。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你了解我犯了什么罪吗？现在和我走得近的人，都已经被我连累了。咱们呢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其实，我挑你整出这么多花样来，无非是想互相利用。你可以在山西立足，而我呢，可以把我想救的人给救出来，仅此而已。至于做朋友，我没这个资格。先走一步了，毕清兄。古。来了，哎，坐。我是为了四爷而来，你不是想要那套宅子吗？尽管拿去好了。这地契我也带来了。今日当铺的局也给你破了，这个买卖算圆满了吧？圆满了吗？自然是圆满了。我还找你做别的事儿。买卖不是这么做的吧？买卖怎么做是我说了算。常老四这个房子呀，我不打算要了。啊，地契你收回去，你是自己留着也行，给他也罢，就当给你们俩的赏赐了。不过，人是放不了，你还得帮我办件别的事儿。哎。
听说过闯王宝藏没有？相传李闯攻克京师之后，用赎罪金的名义集聚了7000万两白银。后来兵败如山倒，弃长安奔湖广，经过山西时被清军追击。为了逃命，将这些银子弃于一处山谷之中。山谷中有8户村民，偶得这天降横财。此后开始世代经商，老八家从明末至今屹立不倒，就是因为他们依靠闯王宝藏，纵有天大的劫难，都能凭着宝藏逢凶化吉。如今我要你进到老八家，帮我寻得此宝。你看吧，还是给我花了掌柜了。哎呀，看人家年轻的嘛，听说是那王老爷子的心腹，那本事可大了。本后东家，请迎掌柜先生，请掌柜落座。交账！掌柜的看账了。恭喜东家水流千艘归大海，东家得天下英才，自此高枕无忧了。推子，到哪儿耍胳膊根儿去了？爹不是说不让你跟人斗气吗？我这种人也只能给人耍耍胳膊根儿了，哪有人聪明啊？谁又惹你生气了？今天太宇峰换掌柜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上街，我上哪知道去？换的就是咱爹提着脑袋救下来的古平原。冒儿咣咣做个新王，正和现在也喝酒呢，可真是威风。咱爹救过他是不假，但他也救过你们呀。哎，不，你能别老替他说话成不成啊？我这不是觉得他人一阔脸就变，咱爹现在还在里边关着呢。那你叫他如何？让他去劫狱？黑子，你也不敢吧？还是说让他在家中陪着我哭？好像我也不缺人陪。哎，他好，他最好。比逃犯活得好好的，人上人一样。咱爹行侠仗义一辈子，啊，现在关牢里。一会儿陪我去送饭，这种傻话别再讲。不是那外约大的那个。结婚成了你家的少爷。李群雄，他来这闹球啥人？那阵子光有那个人，对吧？
未齐道喜，恕罪恕罪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朋友，京城李百万的大掌柜，万元档的当家人，李青雄。这个就是李百万的公子。掌柜的，来了贵客也不给引荐一下啊？这是万元档的当家人李青雄，这是我的东家王先生。王老爷子，久仰久仰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在下王天贵也不老，可是一表人才呀！啊，听说就是你，把我的当铺和票号搞得入不敷出，把整个平遥城搞得七荤八素的那个年轻人呐！小子，瞧瞧瞧瞧，瞧瞧这些人，恨不得一口口把你给吃了。王老爷子，不敢不敢，我不过求一个立足之地，我就是来当学生学艺的。好一个学艺，成了，你今天把这个凳子搬过来，在平遥城就有你一席之地了，啊！不过你要记住了，那些小把戏是不是该收一收了？这个自然。得罪诸位勿怪啊，学生我见礼了。从今以后那些胡闹的把戏，依王老爷子的话，全都收了。吃好喝好，不够再加。最近出了个新鲜事儿，平遥城来了几十个朝奉，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几十个朝奉掌柜突然之间到平遥这个小县城里来，只怕是你身边那个苏小姐搞的鬼吧？今天能把各位请到平遥城来，是我的荣幸。在座的都是山西地面上最老的当铺朝奉、票号管家，等闲都不愿出门半步。且敬此杯。真的假的？写的是你们肯来，我是给够了钱的。要问这是多大的买卖，这买卖自然大。做买卖，有人谋的是财，有人谋的是名，我谋的是国。我从南边来，这屋里头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通敌的罪是谁也跑不了了。来，为了这个罪名，我敬大家，一起喝一杯。兄弟，这个女人不简单，离她远一点，不然祸迹满门。这话我也想跟我爹说，可是他不听我的。你呢？我什么？你当上这太宇峰的大掌柜，这多少人眼红的位置？除了河东老八家，实力最雄厚的就你们这位王老爷子。你这是打算做此官守此礼，从今以后开始和我作对是吧？逢场作戏，如此而已。干脆呀，你辞了位置，到我万元档来，或者我给我爹写信，把你这罪名抹。反正你在这儿做一天掌柜，我心里就不舒服一天。万元档不想有你这么个敌人，我也不希望有你这么个敌人。
你的美意我心领了，只是眼下还有事情没做完。有一天走投无路时，你莫忘此言。天下两分，义军已占一半，江南一带最是富庶。可这些年仗打下来，起起落落，连南京城里的票号当铺都荡然无存了。还有浙江、苏州、扬州、镇江、宁波，这些哪个不是富得流油的地儿啊？现今一片空白。义军有意整顿江南财政，让商旅流通。可那些做票号当铺的人才死走奔逃，一时间也找不到许多，所以请了大家伙来。你们当中愿意去南边讨一份生活的，我可以帮各位，把家小东送去南京，安置妥当，万无一失。到了那边啊，大家可以选好的商铺，趁手的伙计，重启票号，自己当老板。早期的钱由义军出，子孙也可以在南边考取做官，干得好的还能弄个爵位。我向各位担保，最多3年，让南边的银钱流通起来。3年之后，还想留在南边的就留下，想回来的，我自然能给大家伙再弄回来。学想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下？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鲍京德将军把平遥城所有的协饷都给了少爷的银号。每年几百万两银子的军饷，平遥那些银号都红了眼。你说这个孩子就顾着做生意，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。您自个儿都说天底下没有人让路，什么城门当啊、上门当啊、佛门当啊，没有这样的信女，凭什么接到这种买卖？古人千金是马骨，少爷不到1个月就有这番成就，您得夸他。我还夸他，这是旗开得胜啊！您觉得呢？也是啊，到山西没多长时间，能打开这个局面，实属不易。这话能对少爷讲吗？自己人不要自夸。山西那边还有什么消息？哦，少爷写信说，姓谷那小子已经回到当铺里，他们现在各安其位了。这个该如何对少爷讲？写信告诉他，生意场上的朋友是天底下最信不过的。东家，得罪了。你这个太玉峰的大掌柜，做的滋味如何？我这身份朝不保夕，东家让我演什么，我就演什么呗。哎，你是不是看上常老四的丫头了？你怎么说这样的话？我如今什么身份，他什么身份？我能看得上他？看上了也无妨啊。你现在是太玉峰的大掌柜的，一掷千金也是可以的。哎，我给你一场富贵，你要吗？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？那里关的可都是富贵人。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：在这人间，没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的。10日之后，老八家代表赴晋阳山庄。这老八家里边有一个老康家，丢失了王爷的军队辎重，朝廷震怒，这回一定要办了他。老康家世代都是保镖出身，家资雄厚，可是这次他不得不变卖家产。你以为卖的是家产吗？那卖的是字号。我明白东家的意思了。
东家的意思是要血拼，买下康家，拼进老八家，在闯王宝藏上也插上一脚。但就算让你知道了闯王宝藏所在何处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毕竟那宝藏是由老八家共同掌管。说你是个书呆子，你还真是个书呆子。钱是什么东西啊？小钱能通神，大钱那就是神。玉儿姑娘，哎，去哪儿啊？别碰我！天气凉了，穿上点。哎，我这衣裳没得罪你吧？我看你得意的很，这么久不见个人影。四爷被关在里头，我也着急。但我回去有什么用？和你面对面一起哭啊？那你也不肯来，让我一个人在那里猜。黑子，你知道的，他说话就没有个把门的。我看你喝得醉醺醺的，一点不像要哭的样子。怎么，说在你心中我是个贪图富贵的人？你以为我想流落他乡啊？你以为我想当这个任人摆布的掌柜啊？平遥怎是他乡？我便是生在这儿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家在徽州，现在又回不去，无法在老娘膝下尽孝。那平遥于我而言，可不就是他乡吗？就你会说，反正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哎。要被你气糊涂了。我爹病了，时好时坏，他住在那里晒不到太阳。虽说比其他犯人过得好，但那毕竟是监中。我让他好好休息，他又每天问你的消息，你让我怎么说？说你已经当了大掌柜的，每天穿的人模狗样的，还披一个大黑斗篷。你就这么跟四爷说？你看他信不信？倒是你，别成天听那些是是非非。那些都是逢场作戏，傻子才会信的。我才不是傻子呢！别看我这么骂你，其实我根本就不信。我跟黑子讲，你若是贪图富贵的人，当初留在草原便是。我就是心里焦急的很。好了，别说傻话了。上次不是告诉过你吗？王天贵让我帮他办成2件事，办好了才肯放四爷。楼上有人。你来来回回就这几句，姓古的，滚你的吧！什么人？哎，天这么冷，你自个儿留着穿，好长命百岁。这个不识好歹的玩意儿，滚吧！这是个俄罗斯人送我的。这什么这个那个的呀？你个大少爷干这种贼活，一点也不懂行。
大户人进来都坐半天了，竟然没发现。我又不是天生做贼的人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好奇？想知道什么呀？是你把那几十个人弄过去的，弄到长江以南。你真的是造反的人呀！这你不都知道吗？还问？那我爹还这样听你的话，不知道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，全家都会砍头啊！这话说的真好，果然是个孝子啊！你爹为什么要听我的？你难道不该问你爹吗？反倒审问起我来了。对，我自然要问他。不过我先问问你，你肯定知道。我自然知道，但是你爹不让我告诉你呀，说你是个小孩呢。是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跟你到平遥城来啊？现在知道了吧？我有我的事儿，你呢就好好做你的大少爷，别闹。走的时候我跟你爹说了，这赚不赚钱都无妨，挣了赔了只当是个笑话。这笑话闹得越大，越能帮我遮掩些的。难怪。那是当然呀。要是没你在这折腾，吸引大伙儿的注意，我找那么多人，很容易被怀疑的。说起来，你可是个大功臣呐，有机会去南边，自然好好赏你。你事儿已经办完了，你赶快走。我爹他家财万贯的，就算欠你什么人情，现在应该也已经还清了。走。你这小孩说话真逗，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爹的。现在我连你我也不放过。你真以为我不敢开枪啊？你要是想动手，好歹选个能用的东西吧。这是我朋友送我的礼物，从未装弹。我赏完一次都得很精细的擦半天收起来。你这么随随便便的拿着，就不怕我心疼吗？放回去。说了你也不听，真是的，都给弄脏了。哼，你有没有子弹吓唬谁呢？以后再进我屋，这一枪就打在你脑门上。出去吧。站住！明天多带些人，雇好了车马，去晋阳山庄。河东八家的康家要把家产给卖了，我是志在必得的。你顺便告诉你兄弟一声，他要是不想回宁古塔，最好少给我裹乱。请问靳大爷、靳大奶奶在府中吗？我是太玉峰的掌柜，我叫古平原，这是我的拜帖。太玉峰的掌柜这么年轻啊？王天贵这老狗眼睛是瞎了吗？能否替我递一下拜帖？我就是靳大奶奶，进来吧。哦，久仰，久仰。
德掌柜，先在这儿坐一下，我伺候完我们大爷喝药，再来跟你说话。古德掌柜也喜欢石头啊？啊，颇有些野趣呢。你知道这些石头的来历吗？这是太湖石，从太湖运来的。也对，也不对。这些都是北宋徽宗皇帝选定的石头。他搜罗下天下奇石，要运回汴京，船还没到呢，国家就亡了。船夫们为了逃命，就把这些石头推进了长江里，就这样冲刷了好几百年。我家大爷也爱石头，又花上了5年的时间，把它们都给捞出来了。果真是豪富啊！这是国宝啊！什么国宝呀？要我说啊，全是些败家亡国的玩意儿。再晃年，连个馒头都不如。大奶奶这番话，真是有见识。你少拍我马屁。我家大爷身体不好，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？啊，是。没想到大爷的身体，今日我来的真是不巧啊。大爷身体打小就这样，他就是太聪明，太会做生意，夺了天机，才到这个年纪，这身体已经变成了风前烛雨里灯，儿子没有，兄弟姐妹一塌糊涂，只是累我一个人。坐吧，说正事儿。我们东家特地派我前来拜会老八家的各位，他想出家资买下康家全部的产业，帮助康家度过眼下的危难。还有呢？我们东家还说，河东八家纵横200多年大清天下，统领全国，行商做古，信众十分仰慕。要是借着这一次可以买断康家，大奶奶是否可以帮助他，进到老八家里来，也算是为天下人出一份力啊。王天贵断不会说这样的话。古先生是个读书人，这话是你说的吧？是，虽是客气话，但也是我的真心话。老八家，哪还有什么老八家？早就已经风云飘散了。晋南的孙家孙大掌柜，晋北的李家，都比我这个晋家说话好使。但是，今日能得见一面大奶奶，已是3生有幸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不多打扰，先告辞了。太玉峰掌柜，后生古平原拜会李先生，请。福建盐茶，果然是天下第一呀！你懂茶？在下是徽州人，自幼是在茶园里长大的，跟着家里人喝过一点。既然懂茶，就不是妄人。我问你，你何以认为太玉峰买了康家产业就能进到河东八家里呢？王天贵一个人比我们都有钱啊，自然不是。河东八家自古守望相助，又何须外人拿钱进来？王天贵是觉得可以跟我们比一比，是吗？不敢。我再问你，李先生，我久仰您的大名，
今日特地前来拜会，您是主，我是客，能不能也听我说两句？讲。如李先生所说，老八家守望相助，另外7家富可敌国，随便拔根毛出来就能把空子给填上，何以逼得这康家要卖产业？话说回来了，我们太玉峰也是平遥城第1富户啊，就算入了老八家，也不至于给你们丢人呐。但大奶奶含糊其辞，李先生又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是不是我们东家得罪了你们，还是说这其中另有隐情？王天贵那个老东西啊，我以前一点都不佩服他，现在我倒有一点点佩服。他是怎么把你这种人弄到手里的？在下李中登，重见以礼。请，这边，里边请。哎，虎兄，来。苏小姐，早就该来拜会苏小姐了，今日方才遇见。古先生拜会我什么？你把山西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我心里佩服得很呐。若不是古先生想出这些花花点子，把平遥富商们搞得上吐下泻的，我还腾不出手来做这些事儿。话说来，我得谢谢您。先坐啊，坐下说。王天贵这一次势在必得，你要想买的话，让我一让。咱们是兄弟，我让你自然是的，可买的人是他。康兄弟，你跟大伙说说，为什么非要发简，招天下富商买你家产业？今天没有外人，让我们大伙明白明白。但凡你说不明白，你休想出这个门。外边都谣传，我们老八家守着闯王宝藏，这些话传的是越来越神乎。朝廷现在拿眼睛盯着咱们，南边打仗军费掏不出来，我们家这次运的是王爷的辎重，莫名其妙一把大火全给烧了。对方这是盯着我们家有多少家产呀！我要是不声不响用你们的钱把它还上了，那朝廷的怀疑可就坐实了。诸位，如果今天我康家不破产，那咱们老八家以后可就真没了。朝廷非得对我们下狠手不可，不如我这么狠心一卖，回家看孩子种地来的痛快。你们说是不是？这话说的有道理，我轮你了，康兄弟。来，先起来。康兄弟，这么干不妥啊！你毁家纾难，朝廷就不怀疑你了？未必吧？你看明白没有？外边那些人哪个不是冲着闯王宝藏来的？买康家产业是假，进到老八家里弄清楚闯王宝藏在哪儿是真呐。那就让他们买，买完之后他就知道，这是老虎闻鼻烟，没那么八宗事儿。